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带完李沁带面无双，唐嫣继续带，还不火真是扶不起的阿斗。最近娱乐圈有件事挺有意思的，一个叫王弘毅的年轻演员因为新剧造型被网友群嘲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主演的古装剧《面无双》放出来一张剧照，照片里他画着鲜红的嘴唇，配着黑黢黢的眼妆，看着特别扎眼。这张照片一上热搜，评论区可热闹了，有说像中毒的，有说像万圣节化妆没卸干净的，还有热心网友建议剧组应该先给演员报个美妆培训班。这个98年出生的小伙子，可能很多人还不熟悉，但要说他的演艺经历，那可真是坐着火箭往上窜。2年前他还在《长相思》里演男4号，就是个给主角搭戏的小角色。第2年就在《七夜雪》里当上了男2号，现在直接和唐嫣这样的大明星搭档演男主角了。照理说资源这么好，应该红了吧？可奇怪的是，观众提起他总带着点强捧不红的感叹，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？咱们先看看他最早出道的《长相思》。原著小说里他演的那个角色本来就是个跑龙套的，结果电视剧硬是给他加了18场戏。看过小说的观众都纳闷，怎么书里3句话带过的人物，在剧里突然变得这么重要了？和他对戏的可都是谭健次、邓为这些已经有点名气的演员，这么硬塞戏份，观众自然觉得别扭。到了《七夜雪》就更夸张了，明明男主角是曾舜晞，可王弘毅演的男2号戏份比男主还多。特别是和李沁演的那场生死离别的戏，观众看着直摇头，说这哪像情侣诀别，倒像是女强人在教训小跟班。这时候大家才回过味来，原来视频平台在搞什么古偶男配培养计划，就是专门找些新人塞到热门剧里混脸熟。要说平台这招也不是第一次用了，前几年爱奇艺搞迷雾剧场捧新人，确实出了几个好演员。可腾讯视频这次好像有点玩砸了，专门给王弘毅挑大制作的古装偶像剧，可观众就是不买账。有数据统计说，只要轮到他出场，观众拖进度条的比例就猛涨17%。最近这部《面无双》本来想给他弄个毒舌祭司的人设博眼球，结果观众全在吐槽那个红嘴唇造型，完全没人关心角色设定。其实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同样是演古装剧《长相思》里邓为演的角色，一场哭戏让多少人心疼。人家那眼泪掉的，观众跟着揪心。可到了王弘毅这里，该哭的时候他眨巴眼睛，该生气的时候他皱眉头，每个表情都像按着教科书来的，就是让人感动不起来。有网友说的挺形象，说他这演技就像机器人学跳舞，动作都对，就是没那个味道。造型翻车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演员。最近几年古装剧造型越来越卷，刘学义演个银发祭司，直接让短视频平台掀起仿妆热潮。可王弘毅这个暗黑系妆容，血红眼影配紫黑嘴唇，再加上他老是绷着脸，活脱脱像从恐怖片现场穿越过来的。美妆博主们倒是挺开心，拿着他的剧照当反面教材，教大家怎么避雷这种死亡配色。要说现在观众看古装剧的口味也真是挑，男配角要想出头，要么像《香蜜》里的罗云熙，黑化戏演的让人又爱又恨，要么像《长月烬明》里的邓为，带着战损妆还能帅出新高度。可王弘毅演的角色总是在深情男和工具人之间来回切换，《七夜雪》里观众光记得李沁雪中救人的凄美场面，《面无双》里大家都在讨论唐嫣时隔多年在演御姐，她这个男主角反而成了背景板。业内人士透露，现在古装偶像剧市场确实竞争激烈，
85后女星主演的大女主剧，本质上还是女性观众爱看的爱情故事。男演员要么的酥的让人心动，要么的惨的让人心疼。可王弘毅的长相气质，既不像张凌赫那种古典美男，也没有陈哲远那种暗黑气质，硬要演深情男主角，观众看着总觉得差点意思。有网友毒舌评论：资本这是照着模板造了个纸片人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留不下印象。数据统计显示，最近5年古装剧男配角能真正走红的不到20%。现在观众越来越看重演技，那些靠关系硬塞进来的演员很容易翻车。像《重子》里的陈宥维，明明带资进组想红，结果被观众骂上热搜。这次王弘毅拿着顶级资源却查无此人，都说明现在的观众不好糊弄了。年轻人现在看剧，遇到不喜欢的剧情直接2倍速，看到不喜欢的演员立马拖进度条，根本不给资本强捧的机会。其实视频平台也不是没成功案例。王鹤棣当初演玉龙被嘲是古装丑男，结果去年凭《苍兰诀》逆风翻盘，成了观众心里的8月男友。可这种逆袭靠的是演员自己争气，碰上好剧本好角色，再加上演技进步。像王弘毅这种硬塞资源的，观众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，越是强推越是反感。这次烈焰红唇的群嘲事件，给影视行业提了个醒。现在早就不是那个靠刷脸就能红的年代了，观众手里握着遥控器和鼠标，看不顺眼随时可以换台。平台总爱搞什么鱼脑系统看数据，计算播放量完成率，可他们忘了最重要的还是观众的真实感受。现在的年轻人，随手剪个2创视频就能让好演员出圈，也能把演技差的做成鬼畜视频全网嘲笑。说到底，影视创作还是要回归内容本身。演员需要时间沉淀，角色需要贴合气质，观众需要真诚的表演。硬把新人塞进不适合的角色，就像逼着鸭子学鸡叫，最后只能闹笑话。希望这次事件之后，资本方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硬捧的星不亮，观众心里自有一杆秤。好的演员和作品，从来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